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，我在高中谈了初恋，大学也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毕业步入社会之后，社交生活反而没有在读书时那么纯粹了。身边不是同事，就是客户，平时微信就一两个老朋友，打个游戏都叫不齐人，生活过得单调又无趣。唯一一抹色彩，就是我在读大学时认识的一个女孩，她叫柳琪清，长得十分漂亮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她随便拍一点日常视频，就成为了小网红。在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虽然毕业后各奔东西，没再怎么见过面，但微信一直有联系。我们经常会一起聊天、投屏看电影，或者一起打游戏。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朋友以上，恋人未满。后来他谈了对象，我有点小失落，但并没有吃醋的感觉。毕竟柳琪清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，家里也是有钱有势，她爸爸好像还是当官的，谈一个既英俊性格又好的男朋友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人家郎才女貌，哪轮得到我这个妖怪来反对？柳琪清谈了1年多以后分手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我视频通话安慰她，感觉自己有一点像备胎，但感觉又和网上描述的不一样。毕竟女孩都不会给备胎花钱，而柳琪清经常请我吃外卖、喝奶茶。当然，如果我打游戏把她给弄生气了，偶尔也会给她点2杯奶茶赔罪，因为1杯凑不够起送费。我不知道这种关系到底算是普通朋友，还是算暧昧阶段。有一回，柳琪清甚至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说，我昨晚做梦，梦到我和你结婚了，给我惊到了，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这话我记了很久，但一直不知道这个梦对于柳琪清来说是噩梦还是美梦。某天，柳琪清突然给我发消息，邀请我下个月参加她闺蜜的生日聚会。我看了下地点，得要大半天的车程，还得做核酸，感觉实在是太麻烦了。而且我和她闺蜜张诗雨也不算熟，只是认识而已，去了感觉会有些尴尬，所以就拒绝了，说是没空。但柳琪清的娇蛮性子上来了，她给我打电话说道，你必须有空，请你吃大几百的西餐。我俩准备穿1黑1白的高跟鞋、包臀裙和西装，你必须来。我被惊到了，忍不住问道，为啥这么正式啊？他是要在过生日的时候和谁相亲吗？瞎说什么呢？每一年生日都挺正式的。柳琪清说完之后，给我微信发了2张图，一张是性感的裙子，另一张是凸显气质的西装小外套。我打算穿这个裙子配一个西装外套，就我发你的这2个，本来打算穿皮裙的，但是不太好吃饭，吃多了皮裙会勒肚子。我看了一眼，哇哦，调侃了一声。柳琪清顿了顿，继续撒娇说道，怎么就没空？你必须有空。我们都多久没见了？快1年了，是不是？高级好看的西餐 A， 你平常会舍得吗？我找了各种借口，但因为平时和他太熟了，所以都没骗过他。最后，我不得不说出真实想法，主要是这又不是你过生日。张诗雨生日，我去了怕尴尬。不啊，张诗雨也很欢迎你啊，你给我点的奶茶他也没少喝呀。而且他直播的时候，你也捧了好多场，是我俩一致决定要你来的。柳琪清这话真是抬举我了。张诗雨直播，我主要是去看旁边的柳琪清的，也不怎么聊天，就在直播间刷了几个小心心，拢共不超过10块钱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不答应就显得不太给面子了。好，到时候记得提醒我提前做核酸。柳琪清得到我肯定的回复，高兴地说道，行，你这不有面子？到时候2个不同风格的美女，别人肯定觉得你老有钱了。听到这种调侃，我自嘲道，我都已经没有这种世俗虚荣的想法了，我这日子过得和出家人一样。你必须有，我俩这么好看的2个美女，你怎么可以没有？一个诗雨，一个我，你面子不是乱杀？柳琪清说完，
又给我发了2张照片，一张是张诗雨的全身照，她穿着蓝色短裙，站在操场上，非常美丽。另一张是柳琦清打台球时的照片，看起来极其具有活力。我看完照片之后，忍不住吐槽道：“你这样搞，我很有压力呀。”“你有什么压力？难道还会有人看你吗？”柳琦清调侃道。“太漂亮了，有压力。”我自嘲道。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家境小康，长得也一般，除了有几分文气才华，别无所长。和这样2位美女走在一起，确实会有压力。不许有压力，就这么定了，拜拜。柳琦清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当晚，他在淘宝给我发了一堆链接，说是要挑选生日聚会当天穿的衣服。我寻思着衣服不是已经挑好了吗？好奇地问了一句，结果他振振有词说道：“你懂什么？除了衣服，还有耳环、项链、发饰、包包和鞋子要看呢。”好家伙，这可把我镇住了。柳琦清在我眼里的形象瞬间变成了一个即将出征的将士，正在给自己添置装备，准备全副武装上阵杀敌。到时候你可别穿着个人字拖就跑过来了，我倒是不介意，但我怕你自己坐在西餐厅里尴尬。柳琦清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。作为一个长期居家的宅男，我只要需要外出工作的时候才会穿鞋袜，平时出去玩，我还真就只穿人字拖。而且衣柜里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件，其中有2件至少穿过3年以上了。看来我也得好好捯饬自己了。男生购物可没有女生那么麻烦，一般是打开抖音，搜索穿搭指南，挑选一套合适的，然后打开淘宝，按图索骥购买就 OK 了，全程花费不了20分钟。但除了衣服外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和柳琦清分别的这1年多时光里，我不知不觉胖了40多斤。从120多斤的翩翩少年，一下变成了160多斤的社会大叔。这体重飙升的原因，大概是熬夜过度和暴饮暴食。我可不想和柳琦清一见面，他就捂着嘴惊呼：“你怎么胖成这副德行了？”为此，我特意办了一个1个月暴瘦的速成减肥训练营，每天把自己关在训练营里，累死累活。有空了还要写策划、写方案，在线上办公，属于体力和脑力双重被压榨的状态。中途我也想过休息一段时间，没必要把自己折腾得那么狠，但是一看以前自己的照片，再照照镜子，我就觉得现在流的汗都是为了给当初暴饮暴食的行为买单。在训练营的魔鬼训练确实卓有成效，我瘦了10几斤。我刮掉胡须，剪了一个利落的发型之后，虽然看着还是有些发福，但至少摆脱了中年油腻的状态，看起来像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了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很快就临近张诗雨的生日聚会。柳琦清专门打电话提醒我做核酸，我心里顿时有了一种紧迫感。临行前，我抱着将士出征的心态，换上了新衣服，买好了高铁票，一路舟车劳顿掠过不表，到位置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。我刚下高铁，到了出站口，就看到了正在等我的柳琦清和张诗雨，他俩站在人群当中，特别扎眼。柳琦清今天脸上画着淡妆，看上去十分动人，她穿着一条粉色皮裙，极其灵动可爱，而张诗雨则穿着特别显身材的衣服，整个人风姿卓越。刚一碰面，柳琦清就俏生生地向我走来，十分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，笑着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感不感动？专门来接你的。”感动，当然感动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下意识瞥了一眼柳琦清。这时，张诗雨突然靠到了我另一边肩膀上，小鸟依人的模样。“李哥，好久不见啊！”张诗雨似笑非笑道。一看到这表情，我总觉得他心里好像是在盘算着什么。我和他也不怎么熟，突然靠这么近，好像有些过于热情了。但毕竟是人家主动靠过来聊天，我当然不能视而不见，
连忙客套道：“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预祝你明天生日快乐呀！”就这么匆匆一瞥的功夫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猛地加速跳动起来。现在是大街上，而且是2个绝美女孩并排走，周围人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神。但我有苦不能说，这种情况下，我看谁都不太合适，心里一会想着柳琪清，一会又想着张诗雨，忙得不得了。不然被另一个女孩发现了，那我得尴尬死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我目不斜视，把心思都放在聊天上，把脑子里那些不纯洁的想法都给清空掉。生日聚会明天才开始，所以我要在这里待2个晚上。柳琪清和张诗雨提议，先和我一起去酒店，然后再去清吧小酌几杯。这酒店我自己去就行了，你们跟着干嘛？我有些不理解。明天就是生日聚会了，得选个位置合适的酒店，最好离我们很近，不然你路上堵车，找不到位置，睡过头不接电话怎么办？柳琪清一口气说出了几个理由，让我哑口无言。一进酒店，周围人就把目光投向我，就连前台都用审视的眼光上下打量。我开好房之后，前台还温馨提示：“先生，我们这里有地下车库，停车是免费的哦。”果然，美女真就是成功人士最好的单品。甭管你穿什么衣服，戴什么表，只需要2个美女往你旁边一站，暴发户的气质噌的一下就显现出来了。原本我开好房之后打算直接走的，但他俩非说要上去看看，还嫌弃我粗心。可能女生防范意识比较强，去酒店开房都需要先进房间转一圈，看看环境怎么样。柳琪清在酒店对面看到了一家奶茶店，打算去买几杯奶茶，所以只有张诗雨和我一起上去。我和张诗雨交际并不深，基本没怎么聊过，对她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柳琪清的闺蜜。坐电梯的时候，我俩独处，气氛就有些尴尬。选的这个酒店还是比较高档的，刷房卡进门之后，我对里面的环境很满意。正准备离开，却见张诗雨突然关上了房门。李哥，我有事想和你聊聊。他眨着眼看我，刚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边玩手机一边说道：“好，边走边说吧，别让柳琪清等急了。”没想到张诗雨突然拦住了我，离我越来越近。我一下重心不稳，跌坐在了床上。张诗雨走过来，脸上带着笑，居高临下的说道：“急什么？我们慢慢聊。”这什么意思？我仰视着张诗雨，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她的身材真的很好。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好奇问一下，你和柳琪清是什么关系？她挑着眉看我，哪有这样问的？我咽了口唾沫，回答道：“普通朋友。话说，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既然你和柳琪清只是普通朋友，那我为什么不可以过来呢？”张诗雨这话逻辑有点怪，但我却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。虽然我心中疑惑，但该问还是要问清楚，这不是乐不乐意的问题。我们好像不太熟吧？我对你一见钟情不行吗？既然你和柳琪清只是普通朋友，那我们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发生点什么呢？张诗雨说着话，语言里带着魅惑。我被他逼得不行，忍不住闭上双眼。他注意到我的变换，含糊地说道：“我会保证让你飘飘欲仙的哦。”话都说到这份上，傻子都能察觉出不对劲了。且不说柳琪清买完奶茶，说不定就会上来找我们，就眼下张诗雨的行为，处处都透露着诡异。一见钟情显然是在撒谎，哪个漂亮女孩会这么做？我强忍着心中的疑惑，轻轻将他推开，说道：“不了吧，我们都不太熟。一回生，二回熟嘛。”他笑着道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满腹狐疑地问道：“我想不明白，你是图什么吗？”但我没钱又没颜啊，难不成你真对我一见钟情了？张诗雨听到这话，顿时笑得花枝乱颤，说道：“怎么可能？当然是因为柳琪清呀！我想要知道他喜欢的男生
到底有什么魅力？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嘛，长得不帅又没钱，所以嘛，我就想要考察考察你。”这番话信息量爆炸，我大脑一时间 CPU 差点都被烧坏了。我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柳其清竟然喜欢我。接着第二反应是什么？张诗雨竟然要是为了考察我。最后脑海里冒出来的则是这误会的解释清楚啊，我和柳其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和柳其清真的只是普通朋友。说着说着，我脸越来越红，准备起身离开。只听她说道：“不 X， 我是她闺蜜，她怎么想的，我还不清楚。别再装了。”虽然她身材比我有那么一点优势，但我可以自信地说，我肯定不比她差。她话音刚落，我手机铃声响了，瞥了一眼，是柳其清打来的。我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，瞬间清醒了过来。张诗雨低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要不要试试边打电话边和我在一块？蛮好玩的。”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，我再一次推开他，起身整理衣服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再说吧，我现在不太想和你发生点什么。”不等张诗雨再说什么，我就逃一样离开了房间。说实话，这短短的10几分钟，我的心情就像是过山车一样，这个漂亮的女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即便已经离开了房间，我潜意识都还在回味刚刚的触觉。柳其清这样清纯又活泼的女生，怎么会有这种闺蜜？我越想越觉得奇怪，而且冷静下来之后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既然张诗雨知道柳其清喜欢我，那她为什么还要来主动找我呢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塑料姐妹情吗？表面亲密和睦，背地里却撬墙角，抢对方喜欢的人。看来张诗雨就是那种狐狸精，危险又诱人。下楼之后，柳其清提着3杯奶茶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”“诗雨呢？她去哪了呀？”“她在上厕所，马上下来。”我选择性只回答了第2个问题。没过一会，张诗雨也跟着下来了。她衣着整齐，面色如常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接过柳其清递给她的奶茶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喝几杯。”在去青马路上的时候，我能明显感觉到聊天的气氛变得有些诡谲。柳其清分享欲很强，她一直叽叽喳喳讲个不停。张诗雨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又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而我嘴上附和着柳其清，心里却一直在想酒店房间里所发生的事。清吧不远，10几分钟就走到了。这家小酒馆的装修很有情调，台上还请了一个驻场歌手，正抱着吉他弹唱民谣。在昏暗暧昧的灯光下，我和柳其清坐得很近，肩膀靠在一起。我又想起张诗雨说柳其清喜欢我的事情，心脏忍不住砰砰直跳。虽然很有可能是一场误会，但万一呢？万一柳其清真喜欢我呢？想着想着，我就出了神，不知不觉多喝了几杯。柳其清酒量很差，一杯马天尼下肚，他就有些醉了，脸上多了一抹绯红。反观张诗雨，一看就是经常泡吧的人，找服务员要了3个头盅，提议一起玩骰子。人头1。我看了一眼骰子，说道：“批。”张诗雨这一声批喊的杀气十足，柳其清都还没叫呢，他就开始针对我，像是在报复我在酒店拒绝了他。当时我也喝了不少酒，脑子晕乎乎的，有些上头，当即就喊了一声反批。因为我手里有2个1，就算张诗雨1个1都没有，那柳其清至少有1个吧。反复批了几次之后，一开盖，我顿时就懵了，柳其清的头盅里1个1都没有。柳其清还在那咯咯傻乐呢，我差点吓得酒醒了。就刚刚那一顿批，我至少得欠1斤酒。张诗雨又露出了那种不怀好意的笑容，只听他说道：“估计你也喝不了这么多，我可不想让你进医院，要不这样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欠的酒就一笔勾销。”不错哎，要不我们改玩真心话大冒险？
柳其清提议道。成，你问吧。我说道。原本以为张诗雨会问一些刁钻的问题，却不料他张口就问道：你喜不喜欢柳其清？我问的是情侣之间的那种喜欢哦。这个问题被他说出口的一瞬间，酒桌上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。我彻底酒醒了，头上直冒冷汗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柳其清也惊讶地瞪大了眼，嘴巴张成了 O 型。张诗雨笑眯眯地看着我俩，就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。大概静默了2分钟左右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端起桌上的半瓶洋酒，二话不说，仰头就咕咚咕咚往嘴里灌，一斤酒全喝完了。既然不欠酒，那我也就不用回答问题了。但拒绝回答其实也是一种回答。如果我只把柳其清当朋友，那我又何必遮遮掩掩呢？因此张诗雨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而柳其清的脸更红了，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虽然我们3个人都心知肚明，但只要那层窗户纸没有被捅破，那我们之间还能当纯洁的朋友。又喝了几轮之后，夜深了，柳其清有些不胜酒力，我和张诗雨一起将他送回家。当然我没进他家门，是张诗雨把他扶回去的。确认柳其清安置妥当后，我正准备离开，却被张诗雨拉住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我的自控能力明显下降，理智被彻底击垮了。去我家吧。张诗雨说完，就拉着我下楼，在马路上打了车。在出租车上时，我们俩抱在一起。司机大叔估计也是见过风浪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硬是能目不斜视地开车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。回到他家以后，正当我准备做些什么，客厅突然传来开锁的声音。张诗雨立即惊慌失措地推开我，紧张地说道：我男朋友回来了，你快藏起来。什么鬼？他有男朋友？我涌上头的热浪一瞬间被恐慌取代。2个人手忙脚乱穿好衣服，我先是往窗帘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太高太危险。随后我又看了下床底，很脏，全是灰。最后张诗雨手忙脚乱地将我塞进了衣柜里。衣柜门自动上了锁，我心脏狂跳。几分钟后，我听到了富有磁性的男声：回来啦。今天和闺蜜玩得开心吗？很开心啊。今天你有没有想我？这是张诗雨的声音，听起来有些醉意，但并不心虚。当然了。想啥了？张诗雨这句话充满魅惑，看来她打算和她男朋友发泄一通。20分钟后，我躲在柜子里，既不敢发出声音，也不敢偷偷去看，感觉憋屈又难受。真是信了他的邪，就只是因为喝了酒没抵抗住诱惑，结果落得这般田地。正当我觉得懊悔难堪的时候，我手机突然震动了2下，有人给我发消息了。房间里的喘息声停顿住了，我的心一下悬在了嗓子眼。我听见她男朋友疑惑地问道：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是手机震动了。张诗雨娇媚的声音立即打断道：别管他，是我的手机，估计是柳其清发来的。我松了口气，连忙将手机从震动调成了静音。解锁屏幕一看，是柳其清给我发来了2条消息：今天喝得好开心呀。你到酒店了吗？我躲在漆黑的柜子里，小心翼翼地给柳其清回消息道：我刚到，你酒醒了？哼哼，这点酒还想灌醉本小姐？柳其清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活泼。你装的呀。我点击发送之后，立即就后悔了，想要撤回。柳其清能清醒地发消息，说明他就是装的，但这件事不能由我来点破，因为他要么是想喝醉了给我机会，要么是不想和我喝了就装醉回家。从柳其清主动给我发消息这一行为来看，无疑是前者，他是真的喜欢我，再给我机会。但我却让张诗雨把她送上了楼，还和她闺蜜一起回了家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蠢猪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我一定会狠狠地扇自己2巴掌。果不其然，被我点破之后，
柳其清就没回消息了。他也是要面子的，目前我们两个还只是朋友关系，有些话也不太方便说。我恨不得现在就打车去柳其清家，敲响他的家门，亲口向他表白。柳其清很久以前就跟我说过，他觉得发消息表白很轻浮，更喜欢能鼓起勇气当面表白的男生，再也没有比今晚更好的时机了。此刻他就在家里等着，等我的回应。但现实是冰冷且荒诞的，我只能被困在她闺蜜家的衣柜里，默默地盯着微信消息，听着他俩翻云覆雨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发消息给柳其清表白的时候，手机没电关机了。妈的，我后牙槽都要咬碎了。众所周知，在狭窄空间里待久了，就会腰酸背痛，浑身难受。我算是亲身体验了一次这种折磨，心想出去了以后一定要和张诗雨断绝关系。大概过了4-5个小时之后，外面终于消停了，隐约传来鼾声。柜门咔嗒声响起，张诗雨终于打开了门。他给我比了个嘘的手势，然后轻手轻脚拉着我离开了卧室。刚到客厅，就见他靠在我的身边，轻轻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刚才都听到了吗？”我一把推开他，简单粗暴的拒绝，干脆利落的离开。这女人真的是过分到骨子里了。虽然我早就听说过会有人在这种 LVCH 情况下更加兴奋，但真要在现实中见到，我还是会觉得震惊和无法接受。因为手机没电，我打不了车，只能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。这一片都是居民区，我找不到夜间还在营业的商店充电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人生地不熟，根本不知道该往哪走。早知道从张诗雨那要个充电宝再走了，现在哪也去不了，说不定还得回头去张诗雨家。我一边感叹着，一边四处乱转，总算找到了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，找店主借了个充电器，在他那充了会电。手机刚一开机，一堆消息弹出来，首先是我朋友的，他们比较好奇我这次出去玩有没有拿下柳其清，其次是我妈的，她总是晚上准点给我打个电话，昨晚我没接，所以她微信对我发了一顿牢骚。最后就是柳其清的消息，对呀，我是装的，我看时间显示，过了20多分钟后，她又给我发了一条，你睡了吗？2个多小时后，她给我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晚安。这短短3条消息，瞬间让我破防了。我坐在便利店的门口，心里难受的要死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错过了什么。我能想象柳其清昨晚抱着手机，辗转反侧，就为了等我一条消息，结果却没有丝毫回信。不用想也知道，他心里一定很失望吧。便利店老板拿了一瓶红星二锅头放我旁边，看到我诧异的眼神，他递了根烟，说道：“请你的，兄弟，看开点。”我透过玻璃门的倒影，这才发现自己现在就像一条落水狗，看起来狼狈又难过。二锅头很烈，我喝了几口，还是把酒钱给付了。回酒店之后，我洗了个澡，定好了闹钟后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天都快亮了，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可我硬是睡不着。我不知道过会该怎么面对柳其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昨晚没有回消息。如果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那我大可以说一句没看到消息。但显然，我并不想和他的关系止步于朋友。就连我这样的直男，都知道不回女朋友的信息是大忌。临近约定的时间，我起床洗漱了一下，但难掩眼睛里的血丝。深呼吸之后，我给柳其清发消息，我昨晚喝的有点多，聊着聊着突然断片了，刚刚才被闹钟吵醒。哈哈，还好我定了闹钟，我昨晚当着他的面闷了半瓶洋酒，这个借口应该比较有说服力。柳其清很快就回信了，定位发你啦，记得按时到哦。他没提昨晚的事，但这不代表这事过去了，因为他清楚我的酒量，所以只是把这事放心底，压着不说。我手心出汗，也顾不上吃早餐，连忙打车过去。
到了位置一看，定位居然是张诗雨他家。也对，在家举办生日聚会才是常规操作。大家玩得差不多了，才会去餐厅吃饭。上楼的时候，我大脑飞速思考，一直在想该怎么说清楚没回消息的事情。按响门铃之后，张诗雨开的门，他热情地把我带进客厅，脸上毫无异状。沙发上三三两两坐着几个年轻人在闲聊，显然都是他的朋友，来给他庆生。柳琪青也在，我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结果他也露出了张诗雨那种狡黠的笑容，这让我心里顿感不妙。在吃完生日蛋糕，玩了几轮桌游后，张诗雨的朋友们都散去了。她男朋友今天在上班，所以家里一时间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这时候，张诗雨忽然站起来，看着我俩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嗨嗨，我有大事要宣布。”柳琪青扑过去捂住他的嘴，他一边挣扎一边大笑着告诉了我真相。原来张诗雨找我是早就和柳琪青商量好的。柳琪青当然知道闺蜜的性格，张诗雨根本不介意这种事，只要我能通过考验，柳琪青就会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交往对象。当然，最终能不能在一起，还得看我的心意以及表白。眼下张诗雨宣布的就是我通过了考验，我暗自庆幸，如果不是她男朋友昨晚回来了，恐怕这关我真过不了。这闺蜜也真是敬业，男朋友就在房间里，她也要去完成闺蜜交给她的任务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她自己乐在其中。在明白柳琪青的心意后，我找了个合适的时机表白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们都不喜欢异地恋，刚好柳琪青工作有变动，就搬来和我一起住。身边的朋友们都十分羡慕，我也觉得十分幸福。